好，大家好，今天呢要介绍如何入门SolidWorks 的钣金。那这边呢，钣金大家可能有听过钣金建模。那为什么要做钣金建模呢？其实最大的用意就是要把钣金给它展开。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这边呢，先给大家看一段动画可能有人不知道钣金是什么样的形式。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动画。那这边呢，先来介绍一下钣金的界面。那可能大家如果没有使用过钣金建模的话，是不会有这边的一些特征列的。那这边要怎么打开呢？又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你把你的滑鼠移动到上方列这里，你按一下右键，这里呢你会看到有一个钣金。这里你把它打开，它会出现这个特征列。这样子也可以把它打开的。那另一种呢，我是比较推荐用这种方式，因为这样子它不会占用你的界面太多的空间。你从上面工具里面有一个自定打开之后呢，它上方都会有一个标签，那预设会有一个钣金。你在那个地方呢按下右键，然后把显示标签给它打开来。那这个钣金列呢，它就会显示出来。那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让你看到钣金建模的一些特征的指令。好，那大家就先试一下这个方式。那再来呢，就介绍一下大约入门篇大约用到什么样的指令。其实蛮简单的，大概只有3种至4种指令而已。那第一种呢，就是基材凸圆，它其实跟一般零件特征里面的伸长填料是类似的。那第二种呢是转换成钣金。那有时候我们在建立的时候是用特征可能是用生产或涂料来建立出来的那种零件。那这时候我们如果想要把它变成钣金的话，可以用这个指令让它转换成钣金建模。那转换的用意呢，就是让它可以做展开的动作。那第三种呢是边线凸圆。那这个呢是跟基材凸圆，它两个是做搭配使用的其实钣金比较常使用的是这两种。那我再来介绍的是第4种是展平意思就是把你的钣金给它展平开来。那这边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需要把钣金给展平。那其实呢，我们如果一般在做设计的人，其实不需要做钣金展开图的，因为那一般都是在钣金厂雷射加工厂，他们才需要做这个动作。那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它呢？主要的用意是它能够节省你制作样品的时间。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大多数呢，有的钣金厂呢，它其实就是使用 SolidWorks 来做展开的动作。所以一旦如果你的零件已经帮它建立好之后，其实你把档案给它，它就直接把你展开来，它就可以报价，然后直接给你做后续的动作。那是不是就节省掉非常多的时间了？那有人可能会问说，可是这样的话，不是会对我的设计是没有保障的？我连档案都给人家了。那其实你反过来想那以前早期呢的做法就是，我们画完之后把零件转成平面图，然后再提供给钣金厂。那其实当你提供工程图这个动作的时候，相对的已经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厂商了。那其实这样你把档案给他的意思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那其实最主要呢，就是要让钣金可以展开。那因为钣金厂呢，他们可能有一些know how
好，要怎么去展才会是最终需要的。所以这一块，如果你能在初期呢，把钣金建模建立好之后，其实后面是节省掉非常多时间了。如果你的零件只有1个2个，可能看不出差异。但是如果假设你要做的样品可能有50个、100个，那这个差异性就会看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先去了解钣金建模，而且只要你学会入门的，其实就可以套用在这个上面了，你就可以节省掉非常多时间了。那这里呢，我要介绍的指令呢是转换为钣金这个指令。那在介绍之前呢，我会先介绍一下钣金的做法，大致上分成2种，一种是模具成型啊，大致上呢它是会有下料模或是成型模来把我们要的钣金呢冲出来。第二种呢就是雷射下料，电脑折床成型啊，这是一般我们在钣金没有开模的时候做样品的方式。那我在这边呢，钣金入门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导入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在制程上导入我们的钣金入门的话，你会学习上会比较容易，你会比较容易理解。好，那我这边介绍的钣金入门其实已经可以活用在雷射下料电脑折床这个制程里面了哦，其实是非常实用的。那这里呢，我介绍2种，我先以第一种的 L 型来示范。那我们就直接点选转换为钣金，它会要你选择固定的面。你这里呢有2个固定面可以选，你可以选这个面，也可以选这个面。好，点选之后呢，第二个它会要你选择折弯的边线。那我这里推荐呢，你就按这个集合所有折弯。好，因为这边如果你已经本身就有做 R 角了，你直接点选这个，它会帮你选取起来，好，非常方便的。那如果你是没有做 R 角的，它就是要你选择折弯的边线，那就是这个地方，好，那就留给各位去尝试。那你按打勾之后呢，它就会变成钣金的形式了。它这边已经有显示出来钣金已经转换钣金已经从实体转换过来了。这样子呢，你如果要确认它是不是钣金的建模呢，你可以把这里展平这里按一下。如果它是可以展平的，那就是没有问题了。你的档案呢，已经发挥了功效了。我们钣金建模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展开。好，那这边呢，你已经完成了。好，再来呢，我再介绍第2种，U 型的。好，我开一下。那 U 型的呢，这边呢，一样，直接点选。那我选择固定的面呢，我选这个面，因为大致上会从这个面固定，然后2边折起来嘛。一样，我选择集合所有的折弯，然后看这样子，如果我有2个折弯，它是不是2个都帮我选取起来？所以这个是真的非常方便的。除非你没有做 R 角，你可能就要自己去选了。好，直接按打勾，好，一样会形成出来，非常的方便的。那这边呢，就留给各位去尝试。再来呢，我要正式进入钣金建模的第1个步骤了，就是基材凸圆。那这里呢，其实运用的地方非常的广，好，有时候甚至这个指令就可以完成钣金建模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那我就示范一下，粗略的示范一下。假设呢，是一个 L 型好了，我就直接画出来。那这边呢，因为节省时间，我就是不会给它尺寸了，那就直接去做钣金建立的动作。好，你直接按它。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草图呢是画成开放式的？我没有给它厚度。好，这边呢钣金建模，它在基材凸圆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厚度，所以我们不需要画出一个封闭的曲线。好，只要把它的形给画出来就好了。那这里呢，我们看这里，你可以去设定厚度，假设我要3，那你也可以改变它的方向。你要这个方向或这个方向都可以。好，那这里呢，它意思就是我们钣金在折弯的时候，它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小 R 角，你也可以设定0的话就变成一个尖角，但是这样子呢比较不符合我们实际上折出来的样品。一般都有一个小 R 角，看你要怎么设定都没有问题的。那这个 K 值呢，这里呢，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去动它的，因为这里通常是钣金厂去设定的，因为他们在展开的时候，会有一些
know how 哦，这边可能就是让他们去做处理的动作。那这里可以选择说我要长得多长，好，我就先给他一个尺寸示范一下。好，这样子呢，钣金建模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好，非常简单。那做完之后呢，你可以去确认一下可不可以展开，非常容易，按一下就可以了。那这里呢，大致上钣金都会做一些圆角啊，那你可以去，那我就示范一下，你可以这样去做，其实它是跟我们零件在做特征的时候是一样的，你可以去做圆角，倒角也可以，甚至你在这个面上做挖洞，都 OK 的。我大约的示范给大家看，甚至你要在上面做公牙，都是没有问题的。这边的话，除了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需要设定厚度，以及说的方向是什么以外，其他的做法呢，都跟特征入门篇是一样的。你想要挖洞啊，你想要做，甚至切掉一个方形，都没有问题。那这边呢，就给大家去尝试一下。那我大概来介绍一下，我先把这边删除，画成是 L 型的。那假设我说我只有一条线，能不能做？大家想一下，能做吗？其实我告诉各位，还是可以的。它做出来就是一个平面的钣金。那有人可能会想说，那平面的就不用展开了，那它的用途是什么？其实这边还是会有它的用途的。有时候我们如果在做设计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平面，那后来我想要让它折出耳朵，就像钣金这样折耳朵起来，那这时候呢就非常管用的。那这个指令呢是下一个单元我会介绍的，我就先大概介绍到这里。那当然不只是说垂直的，我如果要画斜的可不可以？有一个角度，我不要是90度，没有问题的，这边也是可以做出来的。你想想看，你如果是请钣金厂用电脑折床，不同的角度它不要折90度，能不能？可以嘛，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画法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这边呢，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要节省时间的话，我是没有标尺寸的。我们来看一下，好，没有问题，你要几度，它还是可以做出来的。你也可以去试一下展平看看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这边呢，其实它不会太困难各位去尝试一下就可以找出它的规则了。那还是建议呢，各位要去多练习，这样子呢，你才会清楚说这个指令呢该怎么去使用它。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是边线凸圆。那这边呢，我就用刚刚的草图来做示范那我们就直接点选下去，然后直接介绍了。那这边呢，它会要你选择边线，直接选完之后呢，它就会这样子预览出来。那像这里呢，我让它，你这里可以选择你凸圆的位置，我让它长到材料外面好了。那你也可以去偏移，说我如果要多一点，假设说我要偏移5，我们从预览都可以看出来。那我要多高，给它。按完之后，你按打勾，它就直接的显示出来。是非常方便如果是我们要做一般的特征长出的话，就没有这么的快速以及灵活了。那这边呢，就是钣金建模它的一个优点非常的迅速。那当然你不只说只选这条边线，你也可以选这3个边线都选起来。我示范给大家看，你要这样也没有问题的。有没有看到？这样没有问题的。那我可能偏移不要那么多，少一点。好，那就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简易？就其实看起来呢，就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也许你在一开始在进入的时候，会觉得说没有那么的熟悉，比较陌生。那其实你如果大概了解之后，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是非常实用的。那这边呢，跟刚刚在做草图是一样的，你不一定只是要垂直的。你看这里，它有一个角度，你可以去设定它。假设我要
给它一个120度好了。好，这样子，假设我是要60度好了。这边可能角度各位要去想一下，换算一下。刚刚好像有点太开了，这样子好了。那我可能要让它折成这个形状，有点像梯形这样子。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你直接按打勾。预览出来之后，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要的。好，没有问题。那这边呢，一样你可以去做圆角、挖洞或是攻牙，这边没有问题的一样是可以做展开的动作。这边呢，一样给大家去尝试。那其实在这里呢，基材凸圆以及边线凸圆这两个呢，已经可以活用在钣金的建模上面的。其实很多指令，很多的外形就用这两个指令就已经足够做出来了。其他的剩下的呢，都是基本的挖洞、钻孔、挖方孔或是导圆角等等的。那这边呢，就留给各位去感觉看看，你试试看，把你手边的东西用钣金建模，你会发现说，其实钣金建模呢，真的是非常灵活的，而且最重要的呢，我们是要能够展开。那再来呢，我要介绍的就是展开的这个动作。那在展开的旁边呢，有一个折叠与展开这两个指令呢，这边我们是会比较少用到的。有时候我们可能想要展示或是要做动画，可能会用到这种指令，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是拿到别人的 3D， 那我们在使用转换为钣金的时候，可能遇到的错误，它可能零件是比较复杂一点，那我们有时候就会用到这样的指令来辅助我们转换为钣金。那我就大概示范一下，那细节的话还是要给各位去尝试，你才会清楚。那我先示范展开，点选之后，它其实跟转换为钣金有点相似，它一样要你选择一个固定面和一起展开的地方。好，按确定的话，它就会直接把这个展开来。好，这样子，你可能在上面在做什么动作，再挖个洞，再把它。假设这样子好了，我直接示范好了，会比较清楚。我直接挖一个洞，假设是这样子好了。然后做完之后呢，我可能这不是我最重要的嘛，我可能要把它折叠回去，那就一样按这个指令。固定面是这里嘛，这边是我要折弯回去的。那一按打勾之后，那这个外形呢，它还是会保留。这有时候会是这样做，但是这样的方式并不多。那这边呢，就给各位去尝试。有时候你可能多使用那个钣金建模，你会慢慢发现说，有时候可能真的会用到这两个指令，你才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外形。这边没有办法，就是用一两句可以表现出来的。那这边就给各位去感觉了。好，那总结钣金的做法呢，其实非常多元。只要是电脑折床折得出来，我们一般画得出来呢，基本上都做得出来。那这边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范例。那最主要呢，它还是用边线凸圆，以及基材凸圆这两个主要的指令呢，主要钣金的指令它就可以做出来了。剩下的可能是近色、除料或是圆角、钻孔等等的一些基本的指令可以把它辅助出来的。有些地方呢，你也可以做除料，把这个角给它除掉。那这边呢，就建议各位多练习。那还是跟大家说明，钣金最终呢，它是要能够展开，而展开的用意呢，是要给钣金厂方便后续的作业。如果你能在前端呢50个甚至100个零件都已经做完这个钣金建模，那后续呢，它要做制作、报价等等的样品的动作的时候，就会节省非常多的时间。那这边呢，就留给各位去评估看看。那我还是建议各位呢，可以试试看这个入门的方式因为它真的不会太困难，但是它的成效是非常高的。好，那这边的话，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如果你使用上不太会使用有相关问题的话，欢迎到底下去做留言。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咯，拜拜。